婚之夜，太子抛下我这个太子妃，去安抚装病的侧妃柳灵儿。他们大概忘了，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我爹手握30万大军，我从不知委屈为何事。于是我绑了太子。来，姐给你放血。姐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太子殿下呢？殿下在忙，便由我这个太子妃代劳。姐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你不是心口疼吗？让姐姐看看疼成什么样了。我爹说过，战场上伤了内脏的将士放血，还能多撑几天。妹妹这病用这法子最合适不过。姐姐，妹妹只是身子不适，没到要放血的地步。姐姐饶命！身子不适？那你倒是说说，太医说了什么症状，开了什么方子，药煎了吗？没来及请太医，我没请太医，就急着在太子和我大婚之夜派人截胡。柳灵儿，你当我苏南桥是死人？住手！闹够了没有？太子殿下，这太子妃成何体统啊！不但绑了您，还来侧妃娘娘这里闹。这话说的有趣，我好心来给侧妃妹妹治病，怎么是闹？治病需要动刀。我这刀刃血，沾了不该沾的血，容易钝，砍茬都不好使，我还得找铁匠重新磨，怪麻烦的。看来侧妃妹妹是不想治病了，也行，我可以当今天的事没发生。但要是再有下次我就不是为来治病了，是来问罪。殿下，太子妃她简直是个疯妇，你可得为侧妃做主。今夜之事，谁也不许外传，把嘴给我闭紧了。娘娘，您刚才吓死奴婢了，殿下好像真生气了。气就气，我立我的规矩。可侧妃以后，下次她得装得更像一点。苏南桥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顾这个太子？殿下此言差矣，我眼里一直有您，不然刚才捆您的时候怎么那么准？苏南桥，你他心口疼，需要您这味药。可今天是咱俩的大婚之夜，您是我苏南桥的夫君，凭什么给别人当药引子？还有，我不管您心里装着谁，想着谁，进了我苏南桥的门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我的规矩就一条，别惹我，惹急了我不管你是太子还是皇帝，照样收拾。今晚你就睡这儿吧，放心，我不碰你，但你最好也别碰我。我睡觉不老实，手里总想摸点顺手的东西，万一摸到把刀，伤了殿下金贵的龙体就不好了。东宫不过是另一个需要我苏南桥镇守的营盘罢了。柳灵儿、周嬷嬷，还有这满宫藏着掖着的心思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，不然我这把见过血的刀也不怕多见点血。怎么了，姑娘？周嬷嬷在外头候了半个时辰了，说是奉太子殿下的命，请您去正厅用早膳。萧景环，他不是恨不得离我8丈远吗？昨晚那副恨不得把我生吞了的样儿，今天就请我吃饭。殿下已经去上朝了，姑娘，周嬷嬷那脸色不太好看，您不好看，那正好，我倒要看看她能不好看到什么程度。姑娘，这太子妃的正装，侧妃娘娘说让你也穿上。既然是将门嫡女，穿那些繁复的裙缀做什么？碍手碍脚的。走了，去会会那位周嬷嬷。周嬷嬷，本宫有件事想请教。娘娘请讲，老奴知无不言。这东宫里谁是主子，谁是奴才？自然是太子殿下是主子，你与侧妃娘娘是主子，老奴是奴才。那就好。既然你是奴才，那本宫问你，主子的事轮得到你来接过吗？侧妃妹妹坐那么远做什么？怕我？姐姐，昨日是妹妹不好，妃妹给姐姐赔罪。行了，别动不动就跪。你膝盖不值钱，我还怕别人说我欺负你。太子妃娘娘，侧妃娘娘身子弱，经不起折腾。昨日您那般，侧妃娘娘哭了一宿，清早眼睛都是肿的。殿下知道了，怕是……周嬷嬷，你把话说完。老奴只是替侧妃娘娘说句公道话。公道，在这东宫里，我苏南桥就是公道。谁不服，可以去找太子殿下告状。我也不介意让我这把刀多认识个人。第一顿早膳算是立住了规矩，后面等着我的还多着呢。小姐，不，
娘娘，外头来了一堆人，说是宫里各处送贺礼的。贺礼收下，人打发走。记住，登记造册，谁送的什么，一件不许少。娘娘，还有事？周嬷嬷一大早就去了正殿，跟殿下不知说了什么，殿下脸色很不好看。周嬷嬷，萧景恒的奶嬷嬷，在东宫伺候了20几年的那个。是，听说她是先皇身边的人，在东宫很有分量。去打听打听周嬷嬷跟萧景恒说了什么，再查查她跟柳灵儿那边走动多不多。是。娘娘，娘娘，打听到了，周嬷嬷跟殿下说，您在新婚夜绑了太子，还拿刀闯进侧妃妃屋里，说您根本不把殿下在眼里。就这些，告得好。他不告我怎么知道殿下信不信的？太子妃娘娘安好，奴婢刘嬷嬷是内务府派来伺候娘娘的。内务府太子果然够快，一大早就安排人来盯着我了。或者说，不是他安排，是皇帝。娘娘说笑了，内务府派人是按宫中规矩办事，娘娘新入东宫，各处都该配齐人手。起来吧。内务府派来那我的嫁妆丫鬟呢？回娘娘的话，按宫中规矩，嫁妆丫鬟只能留2名在身边伺候，其余的分配到各处做事，这是祖制。好，祖制我不懂，但我苏家也有规矩。跟了我苏南桥的人，我一个不会让出去。你回去告诉内务府，我带来的12个人一个也不动。他们要是有意见，让他们来找我，我很乐意跟他们讲讲道理。奴婢明白了，奴婢这就回去复命。娘娘，您又把人吓跑了。吓跑了正好，省得我费口舌。去，把我带来的12个人都叫到院子里来，我有话说。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这座东宫就是我们的营盘，外面的人一个也不许进咱们院子。内务府的人来了，客客气气挡回去。周嬷嬷的来了，记清楚来了几个，说了什么看了什么。柳灵儿那边的人来了，直接赶走，不用给面子。是。还有，院子4角各安排1个人值夜，2个时辰一换，从今天开始执行。娘娘，这是太子府，不是军营。有什么区别？军营里有人想害人，太子府里也有人想害人。军营里你睡觉要枕着刀，太子府里你睡一样要枕着刀，别的没什么不同。娘娘，那咱们现在做什么？走，带我出去看看我的新地盘。娘娘，正殿是殿下议事的地方，平时不让人进。记住了，正殿2侧各有1条夹道，夹道尽头有角门，能通到哪儿？娘娘，左边那条通往后厨，右边那条通往后花园。这面墙矮，那棵树能借力，那道门没上锁。这面墙的砖缝不对，底下是空的，是暗渠的出口。娘娘好眼力，记下来，万一哪天用得着。娘娘，您这是在画地图，打仗之前先把地形摸清楚。哟，这就是新来的太子妃姐姐，果然跟传说中一样彪悍。你谁？我叫赵婉清，太子的妹妹，平宁公主，也是你的小姑子。公主住在东宫，我的公主府还没修好，暂住几个月。太子妃姐姐，昨晚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真的把我哥绑在床柱子上了？传闻不可信，我觉得可信。说实话，我巴不得有人制止我那个表面道貌岸然的哥哥。他啊，欠收拾。太子妃姐姐不信我，没关系，日子长着呢。你迟早会发现，这东宫里真正的敌人不是柳灵儿那个没脑子的花匹夫。娘娘，公主的话，先不管她，走去前面看看萧景恒在做什么。娘娘，这都是东宫的人。得把牌码清楚，谁帮我，谁咬我。明面上是主人，可暗处皇后的钉子、皇帝的耳目都在这东宫里。一个从五品侍郎的女儿，凭什么能当太子侧妃？萧景恒凭什么在新婚夜扔下正妃去见她？娘娘的意思是，柳灵儿背后有人，是被人塞进来。萧景恒对她上心，可能真心，也可能不得不，哪一种对我都没好处。那周嬷嬷呢？她不过是太子殿下的奶周嬷嬷在东宫经营了20年，20年足够把钉子埋进每一道墙缝里。她是先皇后的人，但先皇后死了10几年，这10几年里，她听谁的？名义上我是太子妃，实际上我是个人质。皇帝让我入东宫，
是为了拿捏苏家。娘娘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苏南乔从来不是任人拿捏的棋子。既然进了这盘棋，就得下去。他们以为我只是个卒子，那就让他们这么想呗。等过河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这颗卒子能吃帅。子妃娘娘，皇后娘娘派赏赐到了。太子妃娘娘万安，奴婢秋霜奉皇后娘娘之命，给您送赏赐来了。皇后娘娘说了，太子妃新入宫，万事多担待，东宫的规矩慢慢学就好。多谢皇后娘娘厚爱，秋霜姑娘辛苦了，回去替本宫多谢娘娘。娘娘，皇后赏了这么好的东西，看来对您还挺重视的。娘娘，那是皇后赏的。这是柳灵儿的柳。皇后在提醒我，柳灵儿是她的人。那柳灵儿是怎么？他爹不是才从五品吗？一个从五品侍郎的女儿，凭什么能当上太子侧妃？凭什么能让萧景恒如此上心？皇后姓周，周嬷嬷也姓周，好一张大网。翠儿，去把石头叫来。从今天起，你暗中盯着周嬷嬷和柳灵儿院子之间的来往，谁来了，待多久，拿了什么东西走，全部记下来。属下领命。还有，帮我打听一件事，皇后的娘家周家跟镇北军有没有什么旧怨？柳灵儿的靠山是皇后，皇后姓周，周嬷嬷也姓周，这东宫里的棋比我以为的还要复杂。太子妃看兵书，不行吗？后妃不得干政。我又没干政，我看自己的书，碍着谁了？还疼吗？不劳太子妃挂心。没挂心，就是怕你手腕留了伤，回头握不住笔劈折子，怪到我头上。苏南乔，你为什么要嫁进东宫？你觉得我想，你爹逼的。如果什么？没什么，睡吧。这个男人说话总是说一半留一半，不过无所谓，我对他那点心思不感兴趣，我只需要在这东宫里站稳脚跟，不被人算计，连累我爹。至于萧景恒心里想什么，爱谁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娘娘，柳灵儿院子里那个叫春心的丫鬟，趁送点心的机会，在您的茶水里下了东西，八豆腐，分量不大，吃不死人，但足够让人上吐下泻3天。柳灵儿的人是那丫鬟叫春杏，是侧妃院子里管厨房的。如果是以前在军营里有人敢给我下药，我直接拖出去打20军棍，不多不少，这是规矩。但这是东宫，打了他的人，他哭哭啼啼去萧景恒面前告状，反倒显得我欺负人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，就这么算了？把春杏绑起来，先关着，然后你去跟柳灵儿传个话，就说我请她过来喝茶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姐姐找我，坐，尝尝我新泡的。姐姐，我是春杏自作主张，不是我让她做的。我没问你，我只是请你喝茶，你不喝。柳灵儿，我不跟你废话，你的人在我的茶里动了手脚，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你得记住一件事，在这东宫里，你可以跟我争宠，可以在萧景恒面前哭，可以让皇后给你撑腰，这些我不在乎。但你要是敢对我的命动心思，哪怕只是让我拉1天肚子，我就让你拉一辈子。去，春杏我留下了，她是你的人，你管不住她，那我替你管。娘娘，她肯定会去殿下面前告状的。随他，证据在我手里，他告状，我就把证据端到萧景恒面前，看他能哭出什么花来。可万一殿下不信呢？那更好，他不信，我就会把这事儿捅到皇帝面前，让皇帝看看他精心安排的这桩婚事，他的好侧妃是怎么对待新过门的太子妃的。皇帝现在最怕的就是苏家粉，要是让我爹知道我在东宫被人下药，你猜我爹会怎么做？苏南乔，灵儿说你扣了她的丫鬟，扣了。为什么？殿下不如问问侧妃，她的丫鬟做了什么？姐姐，把那碗茶端出来。没错，文文，
这是侧妃院子里的春杏今天送到我面前的茶。这是巴豆，我没喝，但如果我喝了，现在应该在茅厕里起不来。殿下还觉得我冤枉侧妃了吗？殿下，妾身真的不知道，是春杏自作主张，殿下明察。你的人，你管不住自己的人，那就不配用人。殿下觉得呢？春杏交由太子妃处置。回去吧。娘娘，殿下今天倒是公正。不是公正，是他不想把事情闹大。皇帝那边正盯着东宫呢，这时候传出后院不宁的事，对他没好处。那以后呢？侧妃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先把春杏处置了，也不用打他，让他去马厩铲马粪，铲到他自己想说实话为止。娘娘，石头那边传回消息了。这几天，周嬷嬷连续3次出东宫，都是去皇后的坤宁宫，每次去都待1个时辰以上。回来之后，先去柳灵儿院子里坐坐，然后再回自己房里。3天3次，不是去请安，是去汇报。另外一件事呢？查到了，周家跟镇北军确实有旧怨。15年前，将军还是先锋将军的时候，曾经弹劾过一个叫周廷宇的监军贪墨军饷。那个周廷宇是皇后娘家的堂兄。弹劾之后呢？周廷宇被革职查办。周家从那以后就恨上了苏家，所以柳灵儿进东宫，不是因为萧景恒真的多喜欢她，是皇后安排的一枚棋子，用来监触未来的太子妃。而皇后之所以要针对我，因为我姓苏，苏家跟周家有仇，皇后就更不可能让我好过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他们要出招，我接着就是。我苏南桥从来不怕事，怕事的人不配姓苏。殿下站那儿干嘛？进来啊！你的刀法是苏将军教的。我爹说，女儿家更要学刀，刀在手里，命就在自己手里。苏南桥，又怎么了？明天开始，姑不会每夜都来了。我知道。你不介意吗？殿下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？有些事不是姑能决定的。我知道，殿下尽管去忙您的，我这里万事不缺。你在东宫，说有人为难你，不劳殿下操心。我苏南桥从来不需要别人替我出头。你跟姑想的不一样。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比你想象中更难对付，还是比你预料中更不好拿捏？无所谓，我苏南桥从来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。娘娘，出事了！说，今早早朝，御史台一个6品御史参了将军一本，说镇北军中有人私贩军械，重宝私囊。查到背后是谁了吗？还没有确切消息，但那个御史的妻子是周家旁支的女儿。皇帝什么态度？暂时按下了，说彻查，派了钦差去镇北军大营。钦差是谁？是二皇子萧景瑯的人。二皇子，萧景恒的弟弟，太子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。他的母妃是舒贵妃，和皇上面和心不和，但在对付苏家这件事上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。苏家的兵权，谁都想分一杯羹。苏家倒了，这块肥肉就可以被所有人瓜分。我爹呢？我爹有信来吗？没有，边关路远，消息最快也要10天才能到。10天？10天之内，如果钦差在镇北军做了什么手脚，我爹鞭长莫及。替我换衣裳，我要去见萧景恒。重也得穿，这不是苏南娇去见丈夫，是太子妃去见太子立誓。坐。那个御史是谁的人？你果然已经知道了。殿下打算怎么办？这是朝堂的事，不是后院的事。我爹被人参了，这就是我的事。萧景恒，我问你，你是站在我苏家这边，还是站在皇后那边？姑是太子，姑站在自己这边。那你自己这边需不需要苏家？苏南桥，有些事你不该问。我不问，难道等着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？实话告诉你，那个参本是假的。我爹的军纪在大庆朝是最严的，私贩军械这种事绝无可能。这是有人在搞苏家，目的是动摇你跟苏家的联盟。你如果连这都看不出来，这个太子之位你迟早坐不稳。你比姑以为的聪明。我不聪明，我只是不蠢。
钦差去镇北军的路上会经过定州，定州守备是我二叔苏允的旧部。如果殿下有什么话想让钦差意外晚到几天，可以告诉我。我爹戎马一生，为这大庆朝流了多少血，轻飘飘一张纸就要毁掉苏家。石头，你找个信得过的人出城一趟，去定州找我二叔，告诉他备着点，钦差可能带着不干净的心思，让他暗中查钦差身边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。属下明白。还有，让我二叔传话给我爹，就4个字：女儿无恙。苏南桥，你现在是太子妃了，你不能像在军营里那样不高兴就砍人，你得学会用脑子，用权谋，用手段，但同时也不能忘记这把刀，因为权谋解决不了的时候，刀能。娘娘，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帝要在御花园设宴给您接风，实际上是让所有后妃和命妇见见您。皇后、各宫娘娘、各府命妇都去。怕什么？不就是一场饭？这是先帝御赐给我祖父的“忠勇”2字，是先帝亲手题，带上它就是无声的提醒所有人，苏家的功勋是先帝认可，不是谁想抹就抹得掉的。娘娘，那把刀不带了。宫宴带刀，就算我有这个胆子，也给了别人攻击我的口实。今天这场宴不动刀，动的是这个。太子妃来了，快坐。太子妃姐姐，久仰大名。二皇子妃客气。太子妃在军营长大，想来规矩礼仪学得少些，不过没关系，进了宫慢慢学就好。本宫已经安排了教导嬷嬷，过几日就送到东宫去。听说太子妃在东宫里带刀行走，还拿着刀吓唬侧妃。这位夫人说的是？哦，太子妃别误会，我也是听人说的。不过太子妃若真在后院动刀，可就有些害人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外人还以为东宫养了个母夜叉呢。这位夫人说的对，我苏南桥确实在东宫带刀。我这把刀跟着我爹上过战场，砍过27颗北蛮人的脑袋。我从小就是握着刀把长大的，这是我苏家的规矩。夫人家的规矩我不清楚，不过我听说夫人的侄儿当年在镇北军当监军的时候，贪了3万里军饷，差点害得前线将士断了粮草。那3万两军饷够买多少把刀？我怎么了？夫人不是爱听人说吗？我也是听人说的。太子妃，宫宴之上不谈朝政，这是规矩。娘娘说的对，那日后也请娘娘的人别再我灭我爹的朝政，大家都守规矩，天下太平。太子妃姐好胆量。过奖。娘娘，这是德妃娘娘宫里派人送来的，说是给您补补身子。德妃跟皇后不对付，她向我示好，不意外。记下这个人情，日后还。苏姐姐，冒昧叨扰了，二嫂客气，请进。苏姐姐这院子收拾的利落，跟姐姐的人一样。二嫂今日来，不只是为了夸我院子。苏姐姐是个爽快人，那我也不绕弯子了。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关于周家。我家殿下表面上是在跟太子争，但说实话，他最恨的是周家，因为周家支持的并不是太子，也不是我家殿下，他们支持的是随时准备换一个更好拿捏的人上位。周家推谁？四皇子，皇后的亲生儿子，今年才14岁，正好方便他们操控。如果太子的位子真的被拉下来，四皇子顶上，周家就是实际上的掌权者。对，所以我家殿下虽然跟太子争，但跟周家间是死仇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因为苏姐姐你是个明白人，而且我家殿下跟周家也有旧仇，咱们有共同的敌人。多谢二嫂提醒，改日我备好礼到贵府回访，那我就在府上等姐姐了。娘娘，二皇子妃的话能信吗？话真假参半，得自己验证。
但有一点他说的没错，周家才是真正的对手。拉拢萧景恒不成就搞掉萧景恒，换一个听话的上去。我苏家是萧景恒目前最大的外援，搞掉苏家等于斩断萧景恒的臂臂。好一盘棋！暴风雨要来了，不只是天上。娘娘，定州那边有消息了，苏二将军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但同时带回一个情报：钦差的队伍里，除了明面上的人，还有一队暗卫。暗卫带着一只铁箱，里面装的是伪造的文书和账册。他们打算到了镇北军大营之后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假账册混进军中，然后搜查出来，做成铁证。这不是弹劾了，这是栽赃。二叔怎么说？苏二将军说，他有办法在定州截住那队暗卫，但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，否则就是私结钦差队伍，罪名更大。理由？山匪。定州北面山里不是有一股流寇吗？让二叔以剿匪护道的名义封路3天，钦差走不了官道就得绕路，暗卫带着铁箱行动不便，绕路的时候就可以动手了。属下这就传信。等等，告诉我二叔，只拿箱子里的假账册，不伤人。暗卫要是反抗就打晕，但一个都不许杀，活口比死人有。这一步棋走出去就回不了头了。我直接插手了朝堂之事，如果被发现，不只是我，整个苏家都会被扣上抗旨私兵谋逆的帽号。但如果不做，那些假账册到了镇北军大营，我爹百口莫辩。苏南桥，你没有退路。这一次，刀不是用来下柳灵儿的，是真要见血的。娘娘，殿下请您去书房说话。关上门。定州那边的事是你安排的？殿下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苏南桥，你当姑不知道你身边那个叫石头的根本不是什么粗使下人？你当姑不知道3天前有人从东宫出去，走的是南角，骑了一匹快马，直奔定州方向？殿下既然什么都知道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。那对暗卫里有伪造的账册，是要栽赃给我爹的。我不拦，我爹就完了。我爹完了，殿下你最大的靠山也就没了。你觉得我该坐在东宫里什么都不做，等着看我爹被人害死？你打开看看。你，姑说过，姑站在自己这边。苏家倒了，姑的太子之位也坐不稳。姑不是傻子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试探我？姑想知道你苏南桥到底有没有那个胆子和脑子。现在看来，姑的太子妃比姑想象中能干得多。殿下这算是夸我？算是。去忙你的吧，定州那边的事按你的计划做就是，出了事姑兜着。萧景恒，你早就知道钦差队伍里有假账册的事，对吗？姑的折子不会自己批完。太子妃若无事，请回。这个男人，他不只是知道，他还提前给我铺了路。他一直在等我自己动手，等我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莽夫之女。这是考验，也是试探，更是某种程度上的认可。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，但有一点我确定了，在这场棋局里，萧景恒不是我的敌人，至少目前不是。至于以后，谁知道呢？娘娘，奴婢听说太子府的侧妃院里种的兰花，您这儿晒腊肉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笑话什么？花不能吃，肉呢？娘娘，定州那边成了。苏二将军以剿匪封路为由，拦了钦差队伍3天。暗卫夜间出营活动时，被二将军的人伪装成山匪截获。铁箱里的假账册被全部取出，替换成了真正的空白账本。暗卫被打晕后留在了路边，醒来只发现箱子被撬过。他们不敢声张吧？不敢。这批假账册本身就见不得光，丢了也不敢报。钦差到了镇北军大营，空手而来，什么也查不出来。将军那边清清白白，账目明明白白。钦差半个月前灰溜溜的回了京城，给皇帝上了查无实据的折子。那个参本的御史被皇帝训斥了一顿，罚俸半年。
周家呢？吃了个哑巴亏，连屁都不敢放。他们当然不敢放，假账册是他们做的，这事儿捅出来，第一个被追查的就是周家自己。石头，辛苦了，去厨房拿2条腊肉，今晚加菜。谢娘娘。娘娘，这家可算是栽了跟头啊！栽跟头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周家丢了一个账账，保住了命，下一次我让他们连命都保不住。苏姐姐，苏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我母妃的侄女要进宫了。你母妃，贤妃娘娘的侄女进宫做什么？给我皇兄当新的侧妃呀，也就是给你添个新妹妹。再来一个。据说是贤妃娘娘跟皇帝求的，说是东宫人丁单薄，怕你跟柳灵儿2个人照顾不好太子殿下。其实吧，贤妃就是看皇后在东宫安了柳灵儿，她也想安个自己人进来。后宫嘛，到处都是棋子。你母妃的侄女什么性子？沈念慈，精明，非常精明，而且有野心，跟柳灵儿那种只会哭的完全不一样。你要小心她。公主，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苏姐姐果然爽快，那我也不绕弯子了。我想嫁给镇南侯的小儿子，但皇后想把我指给周家的人。如果你能帮我，我帮你拦住皇后的赐婚，你帮我盯着后宫的动静。一拍即合。成交。还有件事，柳灵儿怀孕了，大概1个多月了。周嬷嬷在帮她瞒着，打算等坐稳了胎再公布。是我皇兄进东宫之前就有，柳心儿进东宫比你早半年，那时候她已经是侧妃了。公主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因为如果那个孩子生下来，皇后就有了名正言顺插手东宫的理由，她会以照看皇孙的名义派更多人进来，到时候不只是你，连我皇兄都会被架空。苏姐姐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娘娘，侧妃她……柳灵儿怀孕了，新侧妃要进宫了。周家在朝堂上的栽赃虽然失败了，但他们在后宫的布局从来没有停过，而我目前在东宫的根基还太浅。翠儿，从明天开始，把咱们院子里腌的腊肉分一些给东宫各处的下人，厨房的、撒草的、看门的、喂马的都送。为什么？娘娘，那些下人不值得您亲自笼络人心。在军营里，将军吃什么，兵就吃什么。兵吃饱了，才愿意为你卖命。这些底层的下人，平时被主子们呼来喝去，从来没人关心过他们饿不饿。我送他们一口肉吃，他们就记我的好。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们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。娘娘高明。不是高明，是我爹教的。他说打仗靠的不是将军，是兵，谁得了兵心，谁就赢了。不只是送腊肉，天冷了送炭，有人病了送药，谁家出了事递个人情，做的不动声色，从不张扬。明面上我还是那个整天在院子里晒腊肉磨刀练武的女莽妇，但暗地里东宫上上下下200多号下人，已经有1/3愿意为我传递消息。太子妃姐姐，日后还请姐姐多多照拂。起来吧，住处安排好了，缺什么跟内务府说就行。多谢姐姐关心，一切都好。娘娘，这位新侧妃看着不好惹。不好惹好啊，让她去跟柳灵儿斗，2条狗咬起来，我这儿反而轻松。沈念慈精明有野心，跟柳灵儿那种只会哭的完全不一样。她来的第一天就看清楚了这东宫的格局，知道谁是真对手，谁是假靶子。好，越聪明的人越不会轻易出手。等她先跟柳灵儿把牌打明白了，我再动。娘娘，您猜怎么着？沈侧妃进宫不到5天就跟柳侧妃的人吵起来了，原因是沈侧妃嫌自己的院子比柳侧妃的小，想换个大点的，柳侧妃不肯让，两边的丫鬟直接在园子里吵了起来，闹得鸡飞狗跳的。最后谁收场的？周嬷嬷出面压下来的，但梁子算是结下了，往后这2人有的斗，让他们斗，咬得越狠，我这儿越清静。太后娘娘，
臣妾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，本宫的外甥女东宫的柳侧妃怀了东宫的第一个骨血，太后您要添曾孙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哀家盼这个曾孙盼了好些年了。太子妃身子可好？何时也给哀家添个曾孙呢？回太后的话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有。他们欺人太甚，分明是故意在太后面前折辱您。什么外甥女，什么第一个骨血，就是在告诉所有人，您这个正妃不如一个侧妃。娘娘，您不生气吗？生气？我当然生气。我从军营里出来的人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但生气没用，发怒只会让敌人看笑话。翠儿，记住，真正的将军不会因为敌人射了一支箭就乱了阵脚，这才第一支箭，后面还会有第二支、第三支。等他们所有的箭都射完了，才是我出刀的时候。太子妃娘娘，通报一声，就说本宫来看侧妃妹妹。姐姐，妹妹别紧张，听说妹妹有了身孕，我这个做姐姐的不来看看，像话吗？鸡汤是我亲手炖的，放心喝，没毒。妹妹好好养胎，缺什么跟我说，东宫是我管家，你的用度我不会短了你。多谢姐姐。那妹妹好好歇着，我先回去了。有什么事，让人来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娘娘，您这是演戏？周家想用柳灵儿的孩子来拿捏东宫，那我就对柳灵儿好，好到所有人都看见。太子妃大度贤惠，对侧妃的孩子视如己出。这样一来，将来这孩子生下来，我就有资格过问这孩子的教育。周家就不能名正言顺地把人安插到孩子身边。娘娘高明，不是高明，是不得不如此。怎么会请孩子吃完呢？苏姐姐，你太坏了！这一手杀人诛心，你真拿刀砍得还狠。柳星儿现在是想拒绝你的好意也拒绝不了，想跟你翻脸也翻不了。她的肚子以后就是你手里的筹码了。公主过奖。娘娘，出大事了！柳侧妃的院子里传来哭声，说是见了红。太医呢？已经去了。周嬷嬷在那边大喊大叫，说是有人害侧妃。走，去看看。人杀的，有人害我们娘娘啊！太子妃娘娘，您可得做主啊！有人在侧妃的安胎药里动了手脚。怎么回事？回太子妃娘娘的话，侧妃确实见了红，但胎相还算稳。微臣检查了侧妃的安胎药，发现里面被人掺了少许红花，剂量不大，不至于立刻滑胎，但长期服用会导致胎儿不稳。红花，堕胎的药，药是谁煎的？是厨房的人煎的。可厨房的人说，药材是按太医的方子抓的，他们没动过手脚。药材从哪里来？是内务府送来的。内务府，又是内务府。去把厨房煎药的人和内务府送药材的记录都带过来。怎么回事？天下呀，一定是有人嫉恨侧妃怀了龙种，才下此毒手。殿下一定要彻查呀！嬷嬷，这眼皮话是什么意思？有话不妨直说。老奴只是着急，只是着急。行了，此事姑会亲自查，在查清楚之前，谁也不许乱说。李太医，侧妃这边你盯着，保住胎儿。是。不是你做的，不是疑问句，
当然不是我，我要动柳灵儿，用不着这种阴损手段。我苏南桥做事向来堂堂正正。姑知道。那是谁？他刚进宫不到1个月，就敢动柳灵儿的胎？贤妃那边急了，皇后用柳灵儿的孩子做筹码，贤妃坐不住，她不想让周家的外孙成为东宫长子，所以让沈念慈对柳灵儿的胎下手。这只是姑的猜测，没有证据，不能定罪。不需要证据，只要让周嬷嬷和柳灵儿相信是沈念慈做的就行了，他们自己会去养。这件事你来处理，姑不方便出面。行，但殿下欠我一个人情。什么人情？日后再说。去查内务府送药材的经手人，从内务府出来到柳灵儿屋子的厨房，中间经过谁的手，一个一个查。是。娘娘，查到了，那批药材从内务府到柳侧妃院子的厨房，中间经过了沈侧妃院子里一个叫秋月的丫鬟之手。秋月在半路好心帮忙搬了一趟药材，就是那个时候动的手脚。把消息透给周嬷嬷，但不要从我这里出去，让东宫厨房里那个跟咱们关系好的婆子，在周嬷嬷面前无意提起秋月帮忙搬药材的事。让狗咬狗，比亲自动手干净得多。周嬷嬷今天一早就冲进沈侧妃的院子了，带着柳侧妃的人砸了沈侧妃的花盆，把院子里的东西砸了个稀碎，两边丫鬟婆子打成一团，头发都薅掉了好几把。沈侧妃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让人把周嬷嬷推了出去。放话说，一个奴才也敢在主子面前撒野，信不信我上折子坛和你僭越？好一出狗咬狗！翠儿，今晚加道菜，把那条腊肉蒸了。是。周嬷嬷禁足半月，秋月20板杖。饶命啊，殿下！饶命啊！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侧妃授意，沈念慈不予处罚。柳灵儿的胎保住了，但她的精神状态差了很多。她开始不信任身边所有人，连吃东西都要亲眼看着人试毒才肯入口。周嬷嬷被禁足之后，她院子里少了主心骨，很多事情开始乱。从今天起，你去柳侧妃那边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记住，你是我的人，但不要让她看出来。她要什么给什么，缺什么补什么，让她觉得你是个好人。老奴明白。我趁这个机会安排了一个好心的嬷嬷过去。那嬷嬷是东宫厨房的老人，忠心的对象是我。侧妃娘娘，这汤是太子妃娘娘特意让人炖的，放了黄芪和党参，补气养血的。您喝一口尝尝。太子妃最近总送东西来。太子妃娘娘说了，您现在怀着身子，不能操心，缺什么跟她说，东宫里的用度不会短了您的。娘娘，您别被太子妃蒙蔽了，她送来的东西未必安了什么好心。嬷嬷，我不想再跟任何人斗了，我只想安安稳稳把孩子生下来。太子妃对我好，我就领她的情，别的我不管了。娘娘，周嬷嬷气得脸都青了。翠儿，你觉得柳灵儿是真的认命了，还是在演戏？属下觉得是真的累了。侧妃本来就不是个心机深的人，之前做的那些事，大多是周嬷嬷和皇后在背后推她。她自己怀着孕，身边又出了这种事，应该是真的怕了。一个怕了的柳灵儿，比一个嚣张的柳灵儿好用，继续对她好。等她孩子生下来，这个人就能彻底从周家那边拉过来。柳灵儿的孩子能平安生下来吗？
娘娘，北蛮犯边，镇北军出战。北蛮集结了比往年多2倍的兵力，有备而来。我爹在边关打仗，我在这皇城里坐不住，但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太子妃不能干政，我能做的只有等消息。娘娘，镇北军出战不利，前锋营折损了3000人，原因是朝廷拨下的冬衣和军粮延迟了半个月才到，将士们是穿着单衣扛了北蛮第一波攻势的。负责押运军需的人是谁？户部侍郎，他的顶属上司是户部尚书。户部尚书姓周，他们在借刀杀人，故意卡住军需，让镇北军吃败仗。败了就能参我爹指挥不力，趁机削兵权。属下请命出城，去边关给将军送信。不用，我爹不会败。他打了30年仗，什么仗没见过？他等得到军需。边关的事我知道，军需被周家的人卡了。我知道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管？姑已经上了折子催了3次，皇帝让户部自己查自己，结果你也想得到。那就绕过户部。绕，军需调度的权力在户部手里，这是朝廷的制度。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萧景恒，那是30万人的命，是我爹的命。苏南桥，姑答应你，3天之内军需会到。你要怎么做？姑有姑的办法，你信姑一次。好，我信你。娘娘，军需到了，冬衣、粮草、箭矢，足够撑到下一批正式的军需拨过来。我爹呢？将军收到物资当天就发起了反攻。娘娘，周家暂时安静了。萧景恒那笔钱是从他母亲的嫁妆田里出的。先皇后的嫁妆田，那是他仅有的，不受皇帝和周家控制的私产。他动了那笔钱，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底牌。翠儿，今晚夹菜，我亲自下厨。太子妃的手艺，不好吃别勉强。谢你为了边关的事。苏南桥，你在军营里长大，杀过猪，绑过太子，提刀下过侧妃，还会做红烧肉，你还有什么是姑不知道的？我还会杀鸡。喝酒。天晚了，殿下慢走。姑的司库还有一些银子，下次边关有需要，不用开口，姑会安排。娘娘，菜都凉了。那笔钱是他母亲的嫁妆田，那是他仅有的，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底牌。他动了，就是为了保住我爹的30万大军。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这盘棋我不再是一个人下了。翠儿，在。你笑什么？属下没笑。别想多了，苏南桥，那个人对你好，是因为你对他有用。苏家的兵权是他坐稳太子位的保障，你是苏家和他之间的纽带，仅此而已。姐姐，娘娘，周嬷嬷最近蔫了不少，禁足那次伤了她不少威信。沈侧妃那边倒是安静的反常。安静才好，安静的人出手才狠。三方势力暂时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，而我是那个维持平衡的人。我不争宠，不邀功，不出头，表面上还是那个整天在院子里磨刀练武、晒腊肉、跟翠儿拌嘴的女莽夫，
但东宫上下大半的下人都吃过我送的肉，喝过我熬的汤，他们叫我苏阎沃王，却也真心实意的在暗中帮我传递消息。娘娘生了，柳侧妃生了，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周嬷嬷呢？乐疯了，已经派人去给皇后报喜了。沈念慈呢？关着门没出来。萧景恒呢？在柳侧妃那边，听说殿下抱了孩子，脸上有笑。恭喜殿下，恭喜太子妃，以后您就是嫡母了，这可是东宫的长子啊！多谢姐姐。妹妹辛苦了，好好养着，缺什么跟我说。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这是殿下的事。你是嫡母，叫萧承安吧，承节太平，长命安康。好名字，就叫承安。好戏还在后头。苏姐姐，皇后那边动了，她以替皇孙请封的名义上书太后和皇帝，要给萧承安请一个教养嬷嬷，人选都挑好了，周家的旁支女眷。预料之中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皇后这回动作快，折子怕是已经在路上了。她的折子快，我的消息比她更快。你那边，太后身边的人吹到风了吗？我办事，你放心。前天就已经有人无意在太后面前提了一嘴，说皇后往东宫安人安得太勤了。太子妃刚进门就又是教导嬷嬷又是教养嬷嬷的，手伸得有点长。够了。太后最烦的就是后宫手伸得太长，尤其是伸到东宫来。太子妃，哀家听说皇后想给小皇孙安排人手。回太后的话，皇后娘娘一片好心，孙喜感激不尽。只是孙琦想着，承安是孙琦名下的孩子，孙琦想亲自教养。孙琦虽是将门出身，但母亲在世时教过孙琦读书识字，孙琦自信不会耽误了孩子。太子妃有这份心是好的，不过你年纪轻，怕是顾不过来。孙提年纪轻，精力足，而且孙提有一事不敢隐瞒太后。上个月，侧妃怀孕之间，安胎药里曾被人做了手脚，所幸发现的早，母子平安。但此事让孙系心有余悸。承安是东宫长子，他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身边的人越少越好，越是至亲最信之人越好。安胎药被动了手脚，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太医院的李太医可以作证。好，承安的教养就由你和侧妃负责，皇后那边哀家去说。谢太后恩典。娘娘，太后那边下了口谕，承安的教养由您和侧妃负责，皇后的人被挡回去了。知道了。皇后在坤宁宫里据说摔了一只价值千金的白玉如意，周嬷嬷那边听说在房里砸了一套茶具。皇后想在我身边插钉子，我就在她钉子落下来之前先把门关上。承安在我名下，他的教养权就只能在我手里。娘娘，这酒不是给我自己喝的，给那些帮我在太后面前递话的人送去。人情要还，路才能越走越宽。苏姐姐，你这手玩得漂亮，皇后现在恨死你了。恨就恨，他恨我，总比他拿捏我强。不过你也要小心，皇后被驳了面子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还有，四皇子最近动作频频，你千万要防着点。什么动作？四皇子开始频繁出入六部，皇帝似乎有意培养他了。皇帝在给太子制造压力，或者说，周家在通过皇帝给太子制造压力。四皇子的事，你不必在意。
你怎么知道姑在想什么？你右手食指在敲桌面，你只有烦躁的时候才会这样。苏南乔，你观察姑很仔细。我观察所有人都很仔细，当兵的人要眼观六路。四皇子不是姑最担心的，姑担心的是，如果周家铁了心要换人，他们手里有一张牌是姑无法反驳的。什么牌？姑没有嫡子，承安是庶长子。如果四皇子有了嫡出的优势，加上周家的推波助澜，朝中那些墙头草就会倒向那边。殿下，这件事不急，局势还没到那一步。苏南乔，吃完了就回去歇着吧，明天你不是要去六部议事，早些睡。夜里冷了，多加一床被子，别逞强。娘娘，殿下刚才是不是在说？别瞎想，那个人精明得很，他说什么都有目的。可是属下觉得，殿下看您的眼神不太一样了。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苏南乔，你清醒点。你进东宫不是来谈情说爱的，你是来保命的，保全家人的命。苏南乔，你清醒点。娘娘，圣旨，陛下命太子领兵，随镇北军一同北征。什么时候5月初1，半个月后。娘娘，将军那边给我爹传消息，就说京城要变天了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另外，去告诉赵婉清，四皇子那边让他盯紧了。是。萧景恒走后，东宫需要守住的有3样：孩子、人，还有萧景恒留在东宫中的那些暗桩。孩子萧承安，只要他在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嫡母。周家想动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萧景寒身边那个叫小福子的太监是他的心腹。暗桩，萧景寒在东宫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只有明面上这点人。他走之前，一定会把这些交给我。进来吧。苏南乔，姑这一去，不知道要多久。战场上的事，谁说得准？殿下保重自己就行。这是姑的私印，凭此印，可以调动姑在京城的暗卫，一共12人，分散在东宫和京城各处。殿下信任我。姑信。我会守住东宫，但殿下也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活着回来。姑尽量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你要是死在边关，东宫就完了，苏家也完了。所以，你必须活着。好，姑答应你。从今天起，东宫是我的战场了。娘娘，咱们回去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东宫就是我的战场。太子妃娘娘，皇后娘娘说，太子殿下出征在外，东宫的事务繁杂，特意让奴才来帮忙分担分担。分担？公公客气了，库房的事儿我一个人管得过来，不劳皇后费心。太子妃娘娘太辛苦了，皇后娘娘心疼您。我说不用，太子走之前把东宫交给的是我，不是皇后。我管不好，可以去跟殿下说，等殿下从边关回来，让他来定夺。太子妃娘娘说笑了。没说笑，回吧。皇后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娘娘，
这把钥匙给谁？给小福儿，让他把库房的锁换了。换完之后，新钥匙只有我有。皇后不会就这么罢休了。娘娘，就这么让他们进去了？让他去，我倒要看看他带的是什么礼。嬷嬷手里拿着什么？回太子妃娘娘的话，是侧妃娘娘给皇后娘娘的回礼。哦，我看看。娘娘，这是侧妃娘娘亲手准备的，怕是不必。我说，我看看。哼，好漂亮。不过侧妃还在月子里，哪里有心思准备回礼？这东西怕是嬷嬷自己带来的吧？嬷嬷回去告诉皇后娘娘，承安是东宫的皇孙，他的东西由我来准备，不劳皇后操心。至于这只长命锁，会让人查一查成分，若真只是银子，倒也罢了；若掺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，娘娘，那锁有问题？有，李太医验了才知道。娘娘，银子里掺了铅，长期佩戴会让孩子变哑。娘娘，这件事要不要告诉殿下？不用，等殿下回来再说。现在告诉他，他分心，仗就打不好。那怎么办？等皇后出了这一招，说明她急了，急了就会露出破绽。我等着。四皇子频繁出入六部，皇帝对他越来越器重。朝堂上已有风声说皇帝在考虑另立储君。娘娘，沈侧妃今天又去柳侧妃那边了，话里话外都在挑拨您跟柳侧妃的关系，说您对柳侧妃好，是为了皇孙，是想利用孩子。柳灵儿怎么回的？柳侧妃没接话，她抱着孩子说累了，请沈侧主回去了。看来咱们那个嬷嬷没白安排，柳灵儿不是傻子。姐姐，沈侧妃今天又来了，她说您是为了承安才对我好，是想利用孩子。你觉得呢？我不信她，我信姐姐。姐姐要是想害我，有100种方法，根本不需要对我好。妹妹聪明，记住，这东宫里能信的人不多，但你的孩子在我名下，我不会害他。谁害他，就是害我。一切安好，勿念。承安可还乖？娘娘，您看了10遍了。滚！京城的樱桃该熟了，姑在边关吃不到。你替姑吃几颗？去买樱桃。娘娘，这么多，吃得完吗？吃不完，剩下的给东宫上下都分一分。阳光暖暖的，刀刃亮亮的，日子似乎也没那么难熬了。殿下说方子管用，毒已经解了，左臂还在痒，但人没事。方子已用，毒解，臂上无碍，勿念。娘娘，殿下还让属下带了一样东西回来。边关的习俗，战士会把杀死的狼的牙齿拔下来，送给最重要的人。意思是，我在前线拼杀，你在后方安好。娘娘，哭什么？人没事就好。娘娘，少喝点儿。别管我，我高兴。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呀。就今天，
就今天放纵一下，明天开始还是那个苏南桥。乔儿，刀要握紧，心要放稳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只要你手里还有刀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东宫的日子还得继续过，边关的仗还得继续打，而我苏南桥还得继续撑下去。入秋之后，边关的战事渐渐平息，镇北军大胜，萧景恒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，快要班师回朝。京城的气氛微妙起来，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朝堂上关于的争论越来越激烈。周家开始明目张胆地扶持四皇子，娴妃那边也在给沈念慈加码。沈念慈在东宫里越来越活跃，经常以替殿下分忧的名义插手东宫事务。苏南桥没有拦他，让他折腾，折腾得越厉害，将来摔得越损。冷映这深处，极快地划过一丝隐忍的、近乎融化的弯河。他回来了。殿下回来了。苏南桥，你瘦了。殿下不也瘦了？不一样。姑在战场上有人照顾，你一个人在京城，一个人扛着东宫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有翠儿，有石头，还有姑的暗卫。他们传了消息回来，说你把东宫守得很好。那是他们的功劳。是你的，苏南桥，谢谢你。殿下客气了。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。边关买的，集市上一个老婆婆在卖。我看了一眼，觉得你可能会喜欢。不喜欢的话，扔了也行。我没说不喜欢。我收下了。那就好。姑回书房了。等等，这个我也一直带着。那就好。承安喜欢姐姐呢。长牙了，咬人疼不疼？正磨牙呢，什么都往嘴里塞。周嬷嬷不甘心，沈念慈在算计，皇后在等时机，但承安他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只会笑，只会伸手要抱，而我得让这份笑一直留在他脸上。翠儿，在。该来的终于要来了，去把萧景星叫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乔儿，苏家的命运在你手里了。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皇帝快不行了。太医说，最多还有1个月。周家那边呢？已经在准备了。四皇子的诏书，皇后已经拟好了，就等父皇印记。你的诏书呢？在父皇手里，但父皇现在神志不清，没办法颁布。
那就抢。抢？你手里有镇北军的支持，我爹的30万大军，只要他一句话就能南下京城。皇后有周家，但周家没有兵权。苏南桥，你要逼宫？不是逼宫，是先下手为强。萧景恒，你等了这么多年，不是为了最后被人从位子上拽下来的。这样做，你会成为乱臣贼子，苏家会背上谋逆的罪名。那也好过全家被杀。周家上位的那一天，就是苏家灭门的那一天。我爹很清楚，我也很清楚。苏南桥，姑不会让你和苏家出事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姑有姑的办法，但姑需要你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带刀进宫。皇后拟好的那份诏书，在坤宁宫的暗阁里，姑的人进不去，但你可以。你是太子妃，可以以给皇后侍嫔的名义进坤宁宫。你要我进去，把诏书偷出来？不是偷，是毁掉。行，什么时候？3天后，皇帝驾崩之前。好。萧景恒，这次之后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欠我一顿饭。好，姑请你吃京城最好的馆子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3天后，就是决定一切的时候。翠儿，把我的旗装找出来，最利索的那套。是。再把那包药材带上，迷药。迷药？李太医配的，无色无味，一炷香之内让人昏睡。进坤宁宫，我一个人，你在外面接应。娘娘，别说了，这件事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3天后，要么赢，要么死，没有第3条路。娘娘，小心！等我回来。太子妃娘娘，这么晚了，听说母后身体不适，我来市集。太子妃娘娘留步，皇后娘娘已经歇下了。我进去看看就走。苏南桥，你来做什么？给母后请安。深夜入宫不合规矩，出去。母后息怒，儿媳听说母后病了，特意来照顾。本宫没病。既然没病，那更应该让儿媳陪着聊聊天。母后喜欢喝什么茶？母后别急，儿媳只是来拿一样东西，拿了就走。你要造反？不是造反。好算吧，可惜您这个梦做不成了。苏南桥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苏南桥这辈子从不后悔。一炷香之后他们会醒，母后最好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拿到了。好了，现在该我们了。什么意思？父皇已经醒了，孤房才去见了他，他下了一道密旨。什么密旨？传位给孤。苏南桥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皇后了。你说什么？父皇的密旨3天后颁布，届时4皇子会被软禁，皇后会被废。周家。等等，你说我是皇后？你是太子妃，太子登基，太子妃自然是皇后。我没答应。你不需要答应。
这是你的命，也是姑给你的承诺。萧景恒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姑从不骗你。苏南桥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一个人扛了。你什么？我饿了。走，姑请你吃饭。你不是说请我吃进京城最好的馆子？现在是半夜，馆子都关了，但御膳房还亮着灯。姑去让他们坐。苏南桥，你头发上落雪了。走吧。走吧。苏南桥，你终于赢了。苏南桥，嗯，你还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吗？哪句？你说让姑请你吃京城最好的馆子。记得。现在整个京城都是姑的，你想吃哪家，姑都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你从来不需要跟姑客气。萧景恒，这顿饭我记账上。好，慢慢记，一辈子那么长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而我苏南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